你今天真的好美。只有握起你手的这一刻，我才能肯定这一切是真的。你真的是我的了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有我夏寻这般福气，拥有一帮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还有夫人与我相伴一生？你还记得我们在济南城的那天吗？永生难忘。我也是。那次，我真的以为我们逃不出去了，没想到，我们不仅逃出去了，还能够一起活到今天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遇到任何危险。如今，你已经封官加爵，免不了会惹人红眼，遭人惦记。夏雪，我们离开吧，远离这些是是非非，游历大江南北。就像你以前说的，我们一起去游历天下。你可知道，这有些是非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去的。安定天下不容易，想要国泰民安则更难。皇上想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我身为大明的辅国公，理应忠心辅佐皇上，完成治世之业。再退一步来说，我夏寻本身就是贱民出身，那些贫穷困苦的滋味，我都尝过。我知道他们多么想要一个太平盛世。谢谢，我要留下来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高于岸，流必湍之。你不怕吗？经历过济南城那次劫难之后，这世上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。那好，既然你不怕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你夏寻为的是皇上，是天下百姓；我为的仅仅是你夏寻一个人而已。我夏寻这一生可以拥有你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我爱你。我也是。谢谢，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不一样。啊？哪儿不一样啊？以前常听老人说，刚新婚那几日啊，新嫁娘最为娇俏，贤妻良母的风韵啊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以前还不信，如今看你这样，那就由不得我不信啦。那彭姐姐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娇俏一番啊？你怎么又说到我啊？这西门庆对你如何呢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普天之下怕是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他。你就赶紧答应吧，别折腾他了。什么叫我折腾他？我可没有折腾他。白糖糕，老板来2块。好嘞。哦不，3块。好嘞。你知道吗？啊，白糖糕，我闻到它身上可香了。是吗？我觉得肯定是衣服有熏香，很像咱们这种干粗活的人。就是啊，咱们可买不起熏香了。衣服洗完回去以后，来，您拿好。谢谢啊。我突然想到可以开家新店。新店哦，
如果把灶烟捣碎了，再掺杂其他的香辛之药，加以混合，既可以洗衣服，还可以留下一些香香的味道。嘿，你这小脑袋瓜啊，真是个做生意的料。把这个牌匾子给我好好擦干净啊，用心点。先小心梯子，扶稳了啊。好嘞。你这个上上下下擦干净了啊。还有你，一会儿去门厅往这儿给我扫扫。好。不知又是哪位大人得到了皇上的封赏？看这院落还挺雅致的，应该值不少银子吧？你呀，怎么什么都跟钱扯到一块儿？你们都给我用心点儿啊！哟，见过高大人。景清大人已经官复原职了，可喜可贺呀！他回来了吗？我家大人正在里边等着您呢，您快请。景清，他不是建文的旧臣吗？他怎么放出来了？好丰盛啊！哎，我说辅国公大人，你不讲究一点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夫人。这个辅国公夫人啊，看来真是好的没话说。来，先喝一碗汤吧。多谢夫人了。这个味道应该怎么说呢？此味只因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尝？你呀，我说你就别糟蹋杜工部的诗了。这怎么能说糟蹋呢？他的诗写得好，我借来用用而已嘛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么会说话，连死物都要被你说成活物了。这话怎么能这么说？夫人你，不就是我说回来的吗？你知道景清吗？景清，嗯，知道。建文旧臣，官封御史大夫，现在不是下牢入狱了吗？他被放出来了。真的？嗯，是真的。我和彭姐姐今日看见了。但这景清曾在北平参政，与皇上好歹也打过照面，说不定皇上念及旧情，把他放出来也不无可能。可是这也不对，这景清与藩皇之流虽然不对盘，但他却十分死心眼，怎么会突然开窍呢？他会不会是忠于旧主，另有图谋啊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这样吧，我明日去一趟锦衣卫衙门找纪刚，和他说一声，这件事我们还得提前做好防范，别出了什么事才好。希望只是虚惊一场。辅公来了，您来了。参见辅国公。起来，起来，大家都起来。大家都是自家兄弟，我都没见外，你们见什么外啊？辅国公，您身居高位，还这么惦记我们，真是拿我们当亲兄弟啊！这明面上分了3、6、9等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咱们都是给皇上办事，年纪轻轻的要有些干劲。今天干的是小事，他日你们干的就是大事。承辅国公贵言，卑职一定努力。你们也一样。是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就遣了纪大人来统领锦衣卫衙门，那是皇上对你们的重视。日后你们大家都要好好的辅佐纪大人，为皇上效命。
他日论功行赏，在列的各位谁都少不了。谢辅国公，请辅国公放心，我等一定尽心辅助姬大人，为皇上效命。行了，大家先忙吧。是。都去忙吧。哟，辅国公到访。哎呀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别来这些，咱们又不是外人。哎，这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。您是辅国公，我纪刚还是要拜的。季老爹要这么说，就是不认我夏寻这个兄弟了。夏兄今日到访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季老弟，你对奸逆帮诸人现在的情形了解有多少？榜上共计29人，实际入狱的只有14人及其部分家眷。夏兄怎么会问起这个？那这14个人中，现在已经有人被放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总共放了6人，他们上呈了请罪的折子。是督察院陈英大人请旨赦免的。我今天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季老弟，如今这宫中的禁卫，都是你一人掌管吧？没错，宫中的布防确实是由我负责，但是筵席的旧制并没什么变动。夏兄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季老弟，你好好的想想，如今的这些人，都是力主削藩的。如今向皇上请罪投降，希望他们是真心归降。但若是假意呢？只怕是有人包藏祸心，假意归降。夏兄，你多虑了。这些人既肯请罪，那他们怎么还会起反心呢？再说了，建文已经自焚，他们又能效忠于谁呀？他们也会为他们的家人多考虑考虑吧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！我现在是无凭无据，不好奏与皇上。可是我们未雨绸缪，对皇上总没有坏处吧？季老弟，如今你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加强所有的布防，这样你我2人都能安心。夏兄所言不无道理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吩咐下去。夏兄放心，这些天我会亲自盯着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辅国公，请喝茶。季大人，请喝茶。谁让你此时来奉茶的？辅国公日理万机，过来吩咐点事情就走。你此时来奉茶，耽误了辅国公的事怎么办？大人，我辅国公的事耽误了事小，你要耽误了皇上的事，你有几颗脑袋？大人恕罪，卑职啊，没事。夏兄，你刚才吩咐的事情，我马上就去办，放心。好，那你先忙。还不送走辅国公？是。要点青菜吗？这是刚来的，新鲜的。哎，姑娘，要点啥？给我来2块白糖糕。好嘞。第一位班，让开！这就是锦衣提旗，皇上要重建锦衣提旗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了锦衣提旗，我在想，景清那件事会不会闹得太大了？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最近季老弟那边还真是抓了不少的人，一到晚上就鬼哭鬼叫的，
瘆人的很。季大哥也从我这儿调了不少的人手，说是皇上要得急，得连夜开审。锦清赐驾不是小事，看来皇上这一回真的怒了。那也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吧？人心惶惶的，老百姓怎么办？我听北镇抚司那边的人说，宁杀错，莫放过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得去跟季老弟说一声。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参与，万一皇上察觉到什么，你们也好置身事外。夏兄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我纪刚有皇命在身，皇上他要什么，我纪刚就得给他呀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洪武皇帝当年为何要废除锦衣卫？那是因为当时天下太平，不需要锦衣卫。可如今皇上他才刚登基，朝中局势不明，还需要我等为他辨明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只有天下归心，我大明才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天下归心不是你这么做的。难道要像皇上之前那样劝着哄着，然后再出一个像景清这样的人吗？皇上之前那是太仁慈，所以姑息了景清这样的人。可如今他要杀出一片太平来，我等之间只要听命便是，不用考虑太多。夏兄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？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对付白衣夏的吗？参见皇上。朕知道你来找朕是为何事，但朕有言在先，是他们先辜负了朕的一番好意，还想取朕的性命。朕是绝对不会轻饶他们的。皇上明鉴，臣此次前来，并非是要劝皇上放过这些大逆不道之人，而是另有所言。你说，皇上最希望的是天下士子的归心。但这并不是杀几个迂腐的书生便可以解决的。臣以为，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，要让他们看到皇上的宽宏大量，心甘情愿为皇上所用。皇上若是相信臣，臣愿意亲自前去劝说。臣是辅国公，代表皇上去劝说，足以表明皇上的诚心。你呀，罢了，罢了，你就去一趟吧。愿意认罪的，官复原职；执迷不悟的，朕也绝不会放过，一定要法办。臣遵旨。还有，方孝孺已死，另外2个不必理会了。臣明白。你们这些狗官！奸贼！奸贼！狗官！你们不得好死！混账东西！奸贼！辅国公奉皇上口谕，来看望各位大人。狗官！昔日各位大人对皇上固然有所不恭、不敬，但是皇上宽宏大量，只要各位大人肯俯首认罪。皇上说了，方孝孺、黄子成、齐泰3人为罪魁祸首，罪不可赦。其他人，皇上皆会宽待包容。任凭你说的多漂亮，也难改。
叛臣篡逆之时，我等胸怀磊落，如光风霁月，纵然一死，也可名垂青史，虽死犹荣。尔等奸佞，却将遭到万世的唾骂。光风霁月，你配吗？我看你是明知自己必死，为了身后之名，才会如此的矫揉造作吧。小国不外大节，大统自古有长嫡之分，国家伦理纲常，岂能无序？我等所为，为国为民，问心无愧，在这点上把持得住，些许瑕疵，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么，请问黄大人，是什么伦理纲常，关乎到国运民生，这么重要？皇室正统，那不过是先娶先生，头一胎罢了。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天道。天意？什么是天意？如今燕王殿下当上了皇上，这就是天意。建文偌大江山，敌不过北平一隅，他何德何能啊？哼，皇上治人治孝，岂是阉贼所能比的？黄大人若想讲道理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的讲讲道理。这一家之主刚刚过世，尸骨未寒，这继承了皇位的长孙，便迫不及待地排挤各方叔父。这样的侄儿，难道就算得上是大仁大义吗？是，燕王真的反了。那没有反的呢？齐王还有吴王，他们两个又落得什么样的下场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我黄某死而无憾。你这将死之人，还跟本国公在这妄论大义？本国公渴了，哪里有水喝呀？有，早就给您备好了。除了黄子成和齐泰以外，其他人若有想见我的，随时通报。是。夏洵，你就那么想坏我的好事？嘉行，让他们咬，让他们咬出越多人越好。去。是。夏洵，我看你能救出多少人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回老爷，府门口聚了很多人，我们进不去。走后门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这事总会有答案的。老爷，老爷，问到了吗？问到了，他们说，咱家老爷深受皇上器重，希望老爷帮忙向皇上求情，放过他们的家人。他们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小林，你先出去想个办法，让门口的人先散去，免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见了，构陷我们大人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这怎么回事？回禀大人，这些日子
每天都有范臣的家属跪在大门口求老爷帮忙求情呢。大人，这边走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你这府上可真是门庭若市啊！啊，哎，西门兄，你就别幸灾乐祸了，我可真是后悔不已啊！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们家谢姑奶奶呢？她不是嫌最近府门口比较吵闹吗？所以每天就在店里面待着，等到了闭门了再回来。现在知道好人难做了吧？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倒是担心这样下去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夏老弟，我总觉得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会不会有人想趁此借题发挥，动摇圣上对你的信任？西门兄也这么觉得？我倒是派左丹去查过此事，结果如何？他打听到的消息是有人向犯官的家属透露了我的住址，并怂恿他们到我府门前来求情。是谁？夏老弟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你怀疑谁，不妨直说。我曾经因锦衣卫对旧臣所用的刑法过于阴狠，去找过季老弟，但是他坚持己见，我们俩有一些话语上的冲突，后来我就进宫了。你是在怀疑纪刚因为此事对你怀恨在心，所以才弄出事端，让你难堪，对不对？我也没什么证据。算了，我是不想影响我们兄弟的感情。官场难行，人心难测呀。西门兄为何如此感慨？是彭姑娘有什么事情吗？她能有什么事啊？倒是我，每天都寸步不离地跟着她，生怕一个不注意，锦衣卫那群豺狼虎豹就把她给吞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盯着她了。哎，你自己也要多加注意啊。好，你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夏老弟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俗话不是说，就算是亲兄弟，都要明算账。多谢兄弟。哎，我刚才听下人说西门庆他来过了。是啊，许久未见，叙叙旧。他倒是被咱们家门口那些不请自来的客人给吓了一大跳。新衣裳还算合身，果然是佛要金装，人要衣着。看来娘子现在是嫌弃你夫君了。我这哪是嫌弃你啊，只是你现在贵为辅国公，穿着打扮上马虎不得。这身衣裳呢，可是我亲自裁剪的，这是金陵城内唯一的一件。娘子对夫君这么好，夫君好生感动啊。你好生穿着这身衣裳呢，就算不辜负我的心意了。那是自然。今天晚上我就不脱了，我穿着睡。没个正经样。哦，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想，范臣之事，你还是不要牵扯其中比较好。你本来就因此事出了风头，金陵城中已经沸沸扬扬了。我担心一旦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我引火上身。帝王心难测，难免有些小人想要借机生事。我想我们还是先避避吧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。你看你从铺子回来就一直没停过，累不累？我一点都不累啊，倒是你，
伴君如伴虎，很辛苦的。得此娇妻啊，夫复何求？夏雪啊，劝服旧臣一事，你做得很好。臣不敢当，是皇上宅心仁厚，这些旧臣们必定是心悦诚服，归顺于皇上。你不必过谦，朕知道你心善，不愿见锦衣卫对那些旧臣下毒手。你这一点倒是和高炽相似无二。皇子们天性纯良，臣怎能相比？我诸多儿子中，属高炽最为纯良。不过，罢了。夏雪，为人心善是好事，但是不可被有心人利用了。大人啊，救救我们家老大呀！救我们家大人吧！来帮帮我们吧！你们跪了这么久了，孩子也不饿了，快吃点东西。来，拿着吧。孩子，想爹爹吗？你们这样跪着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咱们大人倒无妨，孩子们跪久了毕竟不好。你们也不愿见孩子这么小就受世人指指点点的吧？回家吧，福国公若能帮你们，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来，起来。来，请回吧。嘿，子琪，猜猜我是谁？是你呀。哼哼，还是我家娘子厉害，把夏老弟家的门神都给送走了。是吗？哎呀！疼！哎呀，虐待亲父啊！救命啊！你现在胆子挺大呀！啊，谁允许你碰我的？痛了，你能不能把手放开再说？哎呦！我刚才看你对那小孩子特别温柔，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？我方才去指挥司找你，他们说你来了国公府，我不放心你，特地过来看看你，没想到一来你就……你少跟我啰嗦！夏巡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我不回去手断了，还当什么差啊？走啊！走！谢谢。快进来！为何带我来书房啊？那，先坐下。我仔细的想了一宿，觉得眼下你务必尽快的抽身出来，不能再插手了。这是改朝换代的大事，一旦皇上觉得有必要再清洗一番时，你这件事就有可能被有心的人大做文章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你最好还是先离开这里，以考察的名义出去最为合适。就算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去，咱们也一定要想一个不令人生疑的名号才行。依我看，考察粮饷发放是最合适的理由。我看你倒是想借此机会到各地一游，出门晃悠晃悠吧，顺便物色一些新的店铺和生意伙伴。你呀，就这点小心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倒不如用考察水利工程这样的名号，周期长，又可以不用和那么多的官员打交道。我觉得不妥，水利工程大多都有地方的商贾和官员勾结，
我们就是希望能远离这些，如果又卷入进去，传回来反而更难辩白。我们再好好的想想，总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暂且脱离朝中之事。老爷，老爷，皇上派人来接您，让您即刻觐见，有要事商议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放心吧，我去就回。这是我昨天晚上模仿你的笔记，草拟了几份奏折，你先带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了，你快走吧，皇上还在等着你呢。你呢，在路上也好好的想想，用哪个理由请奏比较好。照我看啊，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，你趁这个机会，干脆请旨算了。我会找个时机向皇上请奏的，你就乖乖在家等我的好消息。朕今日召众爱卿前来，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商量。一，朕想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不知众爱卿有何人选推荐呢？微臣愿为皇上分忧。臣自荐。好，那就以曹国公李景龙，兵部尚书如常为正副监修官，以侍讲谢晋为总裁官，以翰林学士王景、右通政李志刚、侍读黄怀、修撰李贯等人为纂修官，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臣等遵旨。皇上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但说无妨。不如将建文朝的事迹附录于《太祖实录》后面，一来可以给旧臣们看看皇上的大义；这二来，也可以解释建文帝在位4年发生何事。也好，你记得添这一笔就是了。臣遵旨。还有一事，朕打算重开太祖时期的华义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大学士，以备顾问。不知众爱卿意下如何呀？臣等以为此乃造福社稷之举。至于入阁人选，朕还需要思量。皇上所言极是，理当慎重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朕呢，最近时常梦到母后，朕就寻思着给母后她老人家造一座大报恩寺。不知众爱卿谁能够胜任此事啊？臣愿意替皇上分忧，请旨修建大报恩寺。朕本也主意于你，你一定要替朕做好此事。臣领旨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众爱卿，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还请辅国公留步。皇上有旨，要辅国公留下共用晚膳。既然皇上留辅国公一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
这皇上有没有说是为何留我用膳？没有啊，只是邀请了锦衣卫指挥使纪刚纪大人也一起用膳。两位爱卿，来。都不必太剧烈了，吃吃便饭而已。见闻旧臣一事，你们二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得不错，着实替朕解决了不少烦恼。那是皇上运筹帷幄的好，我等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朕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你们各有不同的政见，但朕也相信，你们二人都是对朕忠心不二之臣。我和夏兄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即使有些分歧，我们也会携手替皇上分忧。夏兄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亲兄弟，胜似亲兄弟。辅国公夫人真是出水芙蓉，花容月貌啊！是啊，既年轻又貌美，和辅国公可真是一对璧人呢。我看各位姐姐们才是风姿卓越、光彩照人呢。姐姐们也不要光顾着说话，喝喝茶，吃点点心，当成自己家就好。一看妹妹就是知书达理、温柔可人呐，谈吐举止就是不一样啊。夏雪啊，夏雪，你还不回来？我都快被烦死了。不知道妹妹手腕上戴着的手镯是在哪家铺子买的？我可从未在这金陵城中见过啊！这个是在我熟知的店家那儿买的。看这质地和成色，可真是与众不同啊！哎呀，是啊，真漂亮啊！既然姐姐这么喜欢此物，不如就送给姐姐好了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别客气，我可以托人再帮我买一个。看辅国公夫人啊，穿戴就是不一样，显得格外好看。不知夫人是在哪家商铺买的？不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呀花多少钱都行。是啊是啊，女人就得靠这些东西陪衬着。对对对，说得对呀。来，再饮一杯。好啊，姐夫，原来您说朝中有事，把姐姐一个人丢在内寝用晚膳，其实是躲在御花园里啊。你呀你，没大没小，没看见夏巡和纪刚都在啊？你不陪你姐姐用晚膳，跑到御花园来胡闹什么？明儿，宫中的礼仪你一点都没学到，这些玩意儿你倒是个个没落下。啊，姐夫，你可别光说我可听说您小时候也特别爱玩这个。哎，不如您教教我吧，我总是放不高。胡闹！就一会儿嘛，姐夫。皇上，看在郡主难得请愿一次，不如就答应他吧。明儿，你若真想让人教你放风筝，夏璇和纪刚都可以，就别扯上朕陪你了。呵呵，我看还是纪刚教吧。若是没什么事，臣就先行告退。爱妻还在家中等着我呢。哎，你看看我都，我都忘了。新婚燕尔，娇妻等在家中望眼欲穿了吧？啊！
既然辅国公有要事要告退，那明儿就不求大人教了，先告退了。你给我，明儿，没规矩。皇上，既然夏兄有事要先告退，那不如让臣去教郡主吧。嗯，好，那你去吧。夏璇啊，朕本以为她是女孩子家，耍耍小性子，几日就好了。现在看来，还是对你有情啊。郡主她还是个孩子，过几日就把臣忘了。朕和皇后都想给郡主找个如意郎君，让她出嫁。女孩子家的，总拖着不嫁，终归是不妥。那皇上和皇后现在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件事当然还要你出马呀。你呀，抽空陪陪郡主，也帮朕问一问，说不定就能套出什么话。这行不行？给朕个准话。皇上，臣要回去陪爱妻了，要不然就挨骂了。你，昨天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回郡主，昨天您说到您钟情于像叶家大公子那般舞文弄墨的文人。你这一连好几天都站着问我，你不累吗？不累，请郡主继续。哦，我的夫君最好能陪我吃喝玩乐。对了，还要能吃辣，最好是无辣不欢。每顿饭都要吃很多的辣椒，而且还要面不改色的那种。郡主，你这前几日不是说喜甜吗？人是会变的嘛。我这2天喜欢吃辣不行啊？你真的将我喜欢吃什么都记在心里了？郡主，我也是奉皇上的旨意来记录郡主挑选夫君的要求，自然事无巨细，逐条铭记于心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我的夫君呢，最好是能千杯不倒，能一口气饮1缸的酒。然后身材挺拔伟岸，最好还会讲笑话，还会放风筝，会说护我周全，还说一定不会让我受到伤害。郡主说的，臣都记下了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臣就先行告退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要不你明天再来吧。这几日，郡主已经说了很多了，让臣先向皇上和皇后复命再说。不够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如果不够的话，那先见了第一批夫婿之后再提。郡主有什么要求，到时候再慢慢的说。夏雪，我一定会把你夺回来的。谢谢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喜欢上你的，为什么你成了他的妻子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啊！告诉我，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每一次来都让
让我穿这套衣服，又每一次都还没开始就自己先喝醉了，真是扫兴。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听下人说，你最近和那些贵妇人们经常一起喝茶聊天。是啊，是啊。要不是你这位辅国公大人，我怎么会每天都要和那些难缠的妇人，不是一起逛街，就是喝茶，还有看戏呢？简直快把我给累死了。辛苦夫人你了。你看你说的，我知道这是我作为辅国公夫人应该要做的事。我只是怕委屈了你，这应酬的事实在是过于乏味，我又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怕你是为了迁就我，让自己受了委屈。你就安心处理朝堂上的事，后院的事情呢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作为夫君我呢，准备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要先把眼睛闭上。不许偷看啊！我知道了。是什么呀？花灯烛两夜，宫阙月华霜，烛鸟红了了星光。小心点啊！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天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风望远航。月下离愁伤，3000夜未央。这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这是个秘密。我是希望我的夫人永远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谢谢。自由自在的谢谢，还以为你要送我的是2间铺子呢。哎呀呀！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这才是真正的谢谢我。今日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过几日呢，我也要还你一个惊喜。你喜欢吗？来，坐上试试。你要推高一点啊。好，推高一点啊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哎呀，谢谢太重了，我推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准备好了啊，再高一点。悠着点。来。还有些人呢，都去哪儿了？让他们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赶紧滚出来！回大人，今天早上辅国公大人带着皇上口谕，抽走了咱们锦衣卫的一些人，说有要事。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？回大人，小人以为大人和辅国公交情匪浅，定是已经知晓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及时禀报。夏雪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好久没这样聚一聚了。我说谢门庆啊，你早点把彭姐姐娶回家，这样我们就能多聚聚了。哎，这个饭怎么扯到我身上了？夏雪，你管不管你家娘子了？我们家娘子我可管不住啊。来，夫人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，谢谢。多吃一点。你爱吃的你也多吃一点。我最讨厌吃这个菜了，要夹就夹肉，你干嘛给我夹青菜啊？那就加肉呗。你爱吃的多吃点。对了，皇上已经叫我调动锦衣卫的兵马，去寻找那个人。纪刚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锦衣卫衙门，倒是没有看见他。我想皇上
应该有跟他提起过吧？夏老弟，你的想法是？我是希望可以把锦衣卫当中我们的亲信全部调到飞龙这里来，我再从飞龙密谍里抽调精英，组成属于我自己的乾隆密谍。乾隆，夏寻，目前大局已定，你还在担心什么？虽说现在是大局已定，可是夏寻毕竟是知道这么多秘密的人，前路难测，我觉得一定要有所准备，到时候也多一条退路。这一点我觉得谢姑奶奶说的没错，毕竟现在人在高位，伴君如伴虎，有些事情不得不防。官场之事我不多说什么，只愿我们兄弟二人能求得所愿，平平安安度过余生。干！能得诸位良友，是我夏寻一生的福气。那能娶到像我这样的娘子，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。行了，那接下来我的飞龙密谍啊，还要交给你们二位了。除了你们二位之外，我夏寻真的不知该有何人可信了。夏老弟，原来你这顿饭是鸿门宴啊！还是按照老规矩，我负责联络。至于他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去哪儿他去哪儿，这事儿啊，他少不了的。我们手里的金银还是不够，我倒是希望可以借助寻找那个人的机会，我们在民间能够搜寻一些奇人异事，为我们所用。可是奇人异事一般都隐退于江湖，是不太好找到。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。想找他们还不容易，我知道哪儿能找到他们。夏老弟，嘿，你要的人我给你找来了。飞龙密谍已经向我汇报了，听说你这次招收了不少奇人异士，还是我西门兄厉害啊！你听他吹牛吧，他就动了嘴皮子，门都没有出一步。什么？动嘴皮子怎么了？那也是我的本事。那你的嘴皮子能赢得过我的刀吗？当然赢不过你的刀啦。但如果我的嘴皮子能被你的刀给削下来，我也非常愿意。好了好了，眼下真有一件事，既可以用得着彭姑娘高强的武艺，还可以用得着西门兄的嘴皮子。哦，有什么事尽管放马过来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，不许反悔。当然，快说。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去一趟海宁双鱼岛，招安徐虎和苏颖。招安？皇上让你见寺，你庙址选好了吗？这附近确实有些不错的寺庙，但是还没有选好。你说这个寺庙选址的事，也够烦心的。别太担心了，周围有这么多的寺庙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启禀老爷，郡主来了。小林，你先把郡主请到正厅，说我们两个马上就来。是。躲得了和尚，躲不了庙。不管他是为何而来，总归也是咱们的客人。难道你要把客人晾在一边吗？你不吃醋？我想吃醋的人应该是他才对吧？你人呢在我跟前，心呢也在我这儿。这府上也是我谢雨菲在做女主人，我还担心什么呀？好，就听府内女主人的。夫人请。请。夏雪，郡主。本郡主此次前来，可是奉了皇后懿旨，让辅国公陪着本郡主挑选夫婿的。皇后可是说了，让你陪我考察考察各官之子。要不这样吧，明日下朝之后，
我带各官之子去拜见郡主。那可不行，你让他们这样拜见我，我怎么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啊？自然是要深入民间，暗地观察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去集市上转转，既能探听各官之子在民间的口碑，还能够暗地观察各官之子的为人做派。不知郡主意下如何啊？谢姐姐不会怪我借用辅国公吧？郡主可是奉了皇后的懿旨。再说了，女孩子家的婚姻大事确实拖不得，我和夏寻一定会帮郡主好好物色如意郎君的。那咱们走吧。哎，郡主是真的要去集市？那当然了，你正好可以陪我去集市逛一逛。可是集市人多混杂，郡主乃千金之躯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向皇后交代？只要我把郡主易容成书生的模样，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了。好吧，那就有劳谢姐姐了。你也是。前阵子我留辅国公畅聊，害得他忘了时间晚归。谢姐姐没有责怪他吧？他奉皇上旨意为郡主排忧解难，我当然理解了，又怎么会责怪他呢？谢姐姐，姐夫如今如此重用夏寻，可你又不懂朝中之事，都不能帮他分担忧愁。他负责前堂之事，这后院之事呢，自然由我负责。我相信他的本事，所以又何须过于担忧呢？可是他，你扯着我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还请郡主见谅。我夫君啊，最讨厌别人在他梳头的时候说话了。我给他梳头的时候都不敢说话，他老是说啊，话多的人定是肤浅聒噪之辈。哎，快点！夏雪，你看那个。夏雪，你还记得吗？上次我们翻山越岭，你带我去找我姐夫的时候，你给我买的包子我也吐了，面也没吃。老板，2碗面。好嘞。走。哎呀，来，坐呀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来3碗面。哎，好嘞。谢姐姐，你不是家仆吗？也是，我一个下人怎么敢与公子同席呢？我不饿了，咱们再去那边逛逛。啊，她毕竟是郡主，你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还是不太安全，你还是去接她吧。你呢？我不想你为了我受委屈。我没关系。啊，我去那边正好可以办点事儿。他呢，难得出来一次，你就带他逛逛吧。我办完事呢，回府等你。去吧，快去。快去。我走了。